原本对我百般宠爱的父母，现在却想要杀了我。快过来陪我们聊会天，我手头上还有一些工作要忙。哼。规则1：你和妻子还有爸妈一起住，但请记住，你的家里只有3个人。2：请和你的妻子保持良好的关系。3：你可以相信你的妻子，除非她摘下红色发夹。4：你现在睡在书房，每天晚上12点过后，请锁紧书房的房门，不管谁敲门都不要打开。5：你和妻子没有生过小孩，如果半夜听到婴儿哭的声音，不用理会。6：你养有一只黑色的狗，若看到它变成白色，请把它从阳台扔下。切记不能和你的妻子同房。提示：红色字体的规则存在错误。客厅里坐着2个老人，他们应该是这个世界的爸妈。浴室传来了水声，里面洗澡的很有可能是我现在的妻子。那么加上我一共是4个人。规则第1条，你的家里只有3个人，到底谁是我的家人，谁就是那个他呢？老公，能帮我拿一下睡衣吗？还没弄清楚家里成员的情况，贸然答应请求很可能有危险。可是规则说要和妻子保持良好关系，拒绝了会不会不好？规则第3条是错误的，你可以相信你的妻子，除非她摘下红色发夹。难道妻子是不可以信任的？老公，你在外面吗？快帮一下我。要拒绝他吗？可是总觉得还有哪里没有想通。如果妻子是不可相信的，便没办法答应他的请求，那么便会与第2条规则存在冲突。规则只说第3条规则存在错误，并没有说整条规则都是错误的。而且看到房间里的照片，让我有了一个猜测，其实真正的错误是在第3条规则的后半部分，戴着红色发夹的妻子才是不可信任的。老公愣着干什么？快把睡衣给我。老公，你这……老婆，你刚刚让我给你拿睡衣进来，你忘了吗？妻子脸上有些茫然，拾一把衣服递给他后，轻舒了口气，第一个危机算是解除了。我现在和妻子分居，暂时住在了书房，想要回到书房，必须经过客厅。客厅内2个发白头发的老年人正在客厅看着电视。通过刚刚的事情，我可以确认妻子并不是那个他，那么他便在这2个老人的中间。一天到晚就只知道待在书房里，坐下陪我看会电视。我手头工作还没忙完呢。11回到书房，将房间内每个抽屉都打开查看了一遍。当他打开书柜最低层的抽屉，却发现里面居然放着一套婴儿的衣服。第5条规则明明写着我和妻子没有生过小孩，那么这套婴儿服是怎么回事？有可能第5条规则是错误的，也有另外一个可能，那就是我和妻子曾经有过一个没有出生的小孩。规则 B： 1不要答应他的任何要求。2 9点整到18点整是妻子上班的时间，请确保你看到的视线只是你的妻子。3厨房是妈妈的，你不可以进入。4菜市场没有卖猪肉。5爸爸喜欢吃糖，他如果向你撒娇，请拿1颗糖给他。6你住在13楼，如果你看到窗外有人影站在那里，只需要立刻关灯就行。7如果有戴绿色帽子的人过来送快递，请痛骂他，并叫他滚。第7条规则是红色的，若是真的有戴绿帽子的人过来送快递，应该怎么办呢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书房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23点35分，可以开门。老公，我做了一碗甜汤给你，你尝着看。好喝。老公，那你今晚可以回房睡吗？拒绝他会破坏2个人的关系，违反了规则。答应他，2人又不能同房，也是违反规则，怎样都是死。老婆，我这都是为了你的身体着想，我就算睡得差点也没关系的。老公，我没事的。看来是赌对了，我们果然有过一个没有出生的孩子。不，你不在意自己的身体，我在意。时间已经接近12点了。规则 A 的第4条规定，每天晚上12点过后，请锁紧书房的房门，不管谁敲门都不要打开。规则 B 第6条说过，如果看到窗外有人影站在那里，只需要立刻关灯就行。是错误的。规则 B 第6条居然是错误的。深夜12点，窗户外竟然出现了一个人影。我迅速的将灯光打开，随着灯光一亮，一个表情诡异的女人正咧嘴笑着，随后就迅速的消失在窗外。夜晚，我坐在床上，屋外传来一阵又一阵的婴儿啼哭声，我没有理会。今天是在怪谈世界的第1个晚上，拿到了2张规则，但信息还是太少。最重要的一点是到现在还没有获得关于如何通关的信息，看来明天的首要任务还是得获取信息。没过多久，我便进入睡眠，直到早上9点多我才起床。爸爸还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而妈妈在厨房里面忙活着。那条黑狗趴在了角落，看起来没有什么精神，见到我出来了，也没有任何变化。
这条狗显得过于的安静，看起来不像狗，反而更像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。一天到晚就知道待在你的书房里面，不是睡觉就是写你那些破文章，1个多星期了也不回自己屋里睡觉，这样我什么时候才能抱上孙子？我坐到了桌子旁，眼神不时瞟到爸爸所在的位置。答应老婆的请求没事，答应妈妈的请求也没事，那么最大的一点就在爸爸的身上。但是现在首要的任务还是得知道通关的方法。现在连只狗都挑食，狗粮也不吃，不吃就不吃，早晚有一天饿死了。黑狗的旁边放着一碗狗粮，满满一大碗，看起来像完全没有动过的样子。黑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吃狗粮的？大概有1个星期了吧。也是1个星期，和妻子分房睡也大概是这个时间，这其中有什么联系吗？我约了隔壁王阿姨，晚上才会回来。冰箱里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，你热一下就能吃了。红烧肉规则 B 第4条，菜市场没有卖猪肉。你在菜市场买的猪肉吗？不是，这块猪肉是隔壁王阿姨给的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赶着要出门。家里再度恢复安静，我抬头看向了爸爸所在的方向，而爸爸也正好望向了我，并且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。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，我起身走到餐厅的位置，打开冰箱，从里面随意拿了2盘菜出来。冰箱里拿出来的菜都是冷的，要加热的话只能进去厨房。但是规则 B 的第3条却说，厨房是妈妈的，你不可以进入，是选择直接吃冷掉的饭菜，还是进入厨房加热饭菜呢？我把冰箱门关了之后，朝着厨房走去。在加热的过程中，我看到了厨房角落有一张纸条，我连忙拿起。通关条件 SSS 级，调查家里发生事情的真相，获得副本关键人物的信任，并由他或者他带领你去往安全区。2S 级，获得安全区信息，自行逃往安全区。3A 级，在家里存活30天。加热完饭菜后，我走出了厨房。为什么我敢进入厨房？因为规则 B 的第3条存在着漏洞。昨晚妻子端甜汤的时候，说这碗汤是她煮的。如果厨房是妈妈的，那妻子平时应该不可能会有用到厨房的机会，所以这条信息是错误的。角落里，那只黑色的狗还是趴在那里，它旁边的狗盆里放着满满的狗粮，但是它却一点都没有兴趣。我给它盛了些饭菜，那只黑狗看了看盘子里的饭菜，大口的吃了起来。黑狗吃完饭，好像恢复了点体力，摇着尾巴来到了我的旁边，然后径直跑向了父母的房间。没过多久，它竟叼了一张纸条出来，我接过后打开一看，居然是规则 C。规则 C， 你需要每天下午5点带黑色的狗去宠物医院，直到它变成白色。2，如果接到妻子公司打来的电话，需询问是哪个部门打来的，若对方回答是研发部，请立刻挂断。3，如果储物室里面突然传来激烈的敲门声，不要打开。4，时刻关注家人的情绪，是维持和谐家庭的关键。5，小心隔壁王阿姨。6，妈妈如果和王阿姨出门回来的时候，请给她吃抽屉里的灰色药片。妻子每天下班回来，请给她吃抽屉里的白色药片。第1条规则后半部分是红色的，意思应该是每天5点带黑狗去宠物医院是对的，但是当它变成白色的时候，也应该带它去宠物医院。这和规则 A 的第6条，你养有一只黑色的狗，若看到它变成白色，请把它从阳台扔下，明显有冲突。下午4点30分的时候，我带着狗去宠物医院。你过来做一些登记。现在出门还要做行程登记，最近有发生什么事吗1个星期前，小区有个疯女人过来闹事，长得倒挺漂亮，穿着条红色裙子，可惜脑子不太好。1个星期前，红色裙子，女人，难道是昨天晚上出现在窗户外的那个女人？没过多久，我们就到达了宠物医院。玻璃门上贴着一张非常醒目的告示：宠物医院规则1，宠物医院的工作人员统一穿白色的衣服，如果看到他们穿上黑色的衣服，请立刻离开这座城市。2，在宠物医院里不要停留超过10分钟。3，如果在宠物医院里看到受伤很严重的动物，请不要害怕。4，你可以完全相信这里的工作人员。进入宠物医院后，一个工作人员迎了上来。你好，是来给狗吃药的吗？他从口袋里面拿了一瓶药出来，里面有黑白灰3种颜色的药片，从里面拿出了一片黑色的药片递给我。喂它吃下去。黑色、灰色、白色，这到底各自代表着什么？此时站在我旁边的黑狗变得有些躁动不安。小区每死一个男人，就会凭空出现一个女人，而我爸死后竟然变成了一条狗。快把这颗黑色药片喂给狗，没时间了。这药片给你，明天宠物医院可能没有开门，时间到了，你自己给它吃就行。我接过医生递过来的药片，然后就带着黑狗回了家。药片真的能够抵御来自它的污染？不同颜色的药片到底有什么区别？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很快就来到了下午的6点20分。是妻子回来了，我给她倒了杯水，在拿药罐的时候，我在2罐药之间犹豫了一下，最终我拿起了白色的那罐药。不同颜色的药片难道是代表受污染程度不同？妻子接过了药片，就着我递过来的水喝了下去，然后露出了笑容。谢谢老公。我接过他手中的水杯放回原位，等了一会，没有什么异常发生。吃完饭后，我和妻子看了会电视，妈妈到了接近11点才开门走了进来。我被妈妈吓了一跳，因为她的头顶上居然长了一对猪耳朵出来。爸，你回来了。妻子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，好像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我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拿起了那罐灰色的药片，
通过之前给妻子吃药，我确信不同颜色的药片针对的是受污染程度的不同，颜色越深代表污染程度越重，所以妻子程度最浅，妈妈第二，而那只黑狗最严重。妈妈将那颗灰色药片吞下后，脸上呆滞的表情和缓了一些，但头顶上那对猪耳朵却并没有消失。我洗完澡待在书房里面，和昨晚同一时间，那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女人出现在了窗户外面。不知道今天保安说的那个红衣女子是不是就是窗户外的这个她？孩子流产，这个房间里的男主人和他的妻子分房睡，黑狗变得异常，红衣女子到小区楼下闹事，这些事情全部都集中在了1个星期前。这些事情到底有什么联系？不知不觉间，时间已经来到了午夜12点。我走到门前，将房门反锁。屋外婴儿啼哭的声音响起，一阵又一阵的敲门声也跟着响了起来。我开着灯，躺到了床上，进入了睡眠。第二天早晨，我被一阵激烈的敲门声吵醒。敲门的声音来自储物间，家里今天格外的安静，妻子已经去上班了，四处也找不到爸妈，只有那条黑狗缩在了角落里，看起来好像十分的害怕。规则 C 第3条，如果储物室传来激烈的敲门声，不要打开。此时储物间敲门的声音变得越发激烈，我按耐住自己的好奇心，那只黑狗缩成了一团。我走了过去，将它放到沙发上，又拿出了一颗糖递给了黑狗。黑狗伸出舌头舔了几口后，便将糖果含到了嘴中。爸爸好感度加20。爸爸，我虽然心中已经有了猜测，但内心还是激起了惊涛骇浪。眼前的这只黑狗其实才是爸爸。我还没有从这个声音里缓过来，便看见口袋中的规则 C 泛起了红光，规则 C 的第3条竟然变成了红色。我连忙望向了储物室所在的方向，储物室的敲门声还没有停下来。我深吸口气，起身走到了储物室的门前。当我把门打开的时候，来自里面的敲门声也停了下来。储物间空荡荡的，中间摆着一个冰箱。我伸手将冰箱的门打开。我是什么时候露出了破绽？前天晚上。哦，我进入怪谈世界的第1天晚上，你对我说陪我们，而妈妈说的是陪我。当时我就怀疑他们看不见你。这2天的相处下来，我观察到不管是妻子还是妈妈都没有直接和你交流过，我猜测是他们吃的药产生的效果。那女人的面孔和每晚窗户外的红裙女子一样，也和冰箱里的那个人一样。我眉心直跳，只觉得真相呼之欲出。她的尸体为什么会出现在冰箱里？是谁杀了她？她为什么会变成爸爸？一个电话铃声打破了储物间里的寂静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找谁？请问是周先生吗？对的，是我。这里是好有效制药公司，你的妻子于丽丽在我们公司上班。规则 C 第2条，如果接到妻子公司打来的电话，需询问是哪个部门打来的，若对方回答是研发部，请立刻挂断。很抱歉，先打断你一下，请问你是公司里面哪个部门的？我是销售部的，我们公司得到内部消息，这个城市已经不安全了，我们将组织所有员工撤离，因为资源有限，每个员工只能带1名家属。你的妻子选择和你一起撤离，请你提前做好准备，明天下午6点，我们公司员工会去接你。通关规则的第1和第2个通关方法都是需要找到安全区，这个好有效制药公司难道就是那个安全区？我总觉得这好像太过顺理成章了，感觉还漏了点什么。下午5点钟，我拿出宠物医院昨天给的那片黑色药片，在拿药片的时候，我目光落在了另外2罐药的包装上。好有效制药厂，这几个字均出现在了妻子和妈妈的药瓶上。原来妻子所在的公司是生产抑制污染的药物，有了这么一层关系，他们公司会提前知道城市将面临危险，好像就变得更加的合理。黑狗此时已经开始有些焦躁不安，我将手中的黑色药片喂到了它的口中，黑狗吃下了药片才安静了下来。很快就来到了下午的6点30分。是妻子回来了。妻子刚进门就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女人，顿时目光就变得锐利起来。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妻子的药效已经过去，我赶紧打开药柜，拿出白色药片。如果让家人知道它的存在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这个问题我可一点都不敢好奇。我的孩子是你害死了我的孩子。他脸上扯着微笑，就这么看着妻子所在的方向。妻子整个人都是近乎暴走的模式，狰狞着脸，挥舞着双手就要扑向他。我赶紧拉住了妻子，妻子耳朵处冒出了一个个小疙瘩，有什么东西像是要从妻子的耳朵里冒出来。妈妈回来时头顶长了猪耳朵，爸爸现在已经是黑狗的模样，如果不阻止妻子，他可能立刻就会变异成另一个模样。我迅速地把白色药片塞进了妻子的口中，妻子狰狞的表情慢慢变得和缓。晚餐过后，我在厨房清洗碗筷，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王阿姨，真的是太麻烦你了，我扶妈妈进门就行。我从厨房走了出来，妈妈脸上新长出来了猪鼻子，看来妈妈的变异情况越来越严重了。我警惕望向了王阿姨，而王阿姨正看着趴在角落里的黑狗。好久没有吃过狗肉了。黑狗好像也听懂了王阿姨所说的话，蜷缩着躲到了角落里面。你说什么？开个玩笑，怎么还当真了？哈哈哈，王阿姨还是这么爱开玩笑。这只黑狗长得真不错，能送给我吗？我分不清他这次到底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，连忙赶走了王阿姨。厨房的碗还没洗完，算了，规则说过厨房是妈妈的，而且妈妈现在就在家中。
第二天的早上8点半，我准时被闹钟叫醒。今天下午6点就能离开了。我在心里盘算着最后一天的行程，刚转身，妈妈的脸便出现在了我的眼前。没有洗碗的小孩都不乖。妈妈手中握着把刀，上面流淌着血。对，你说的对。妈妈似乎对我的这个回答很满意，木讷地走回厨房，菜刀砸落案板的声音不停从厨房传来。小区隔音不太好，楼上小孩蹦跳玩耍的声音清晰地回荡在这个房子里。母亲在厨房里剁鸡的声音逐渐加快加重，突然菜刀便被母亲砸到了地上。吵什么吵？只有你们家有小孩吗？你们是不是想嘲讽我？楼上顿时就安静了下来。被污染也会变得暴躁吗？我安静地坐在沙发上，尽量不让自己有任何动作。早上起来，妈妈脸上的变异又加重了一些，看来不是因为和王阿姨出门才会变异加重。上午9点30分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我过去开门。你妈呢？我约了她一起出门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没有阻止王阿姨将妈妈带走。如果妈妈不是因为和王阿姨出门才变异加重，那么阻止他们一起出门好像更加的危险。不久后，又一阵敲门声从门外传来。我通过猫眼查看门外的情景，一个戴着绿色帽子的人正拿着一个快递盒站在门外。规则 B 第7条，如果有戴绿色帽子的人过来送快递，请痛骂他并叫他滚。但是这一条规则是错误的，不开门其实风险程度更低，但是我想赌一把。你的快递，请签收。我将快递放在了客厅上拆开，那个穿着红裙的女人就站在客厅，死死地盯着我的一举一动。是一个 U 盘，快递寄件人那一栏写着伤心人3个字，这算是什么名字？拿出笔记本电脑，我打开了 U 盘里面的视频。视频中的画面让我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因为这个画面里的人居然是我，或者应该说是我在怪谈世界里所扮演的角色。这是偷拍，在这个角色的家里装满了摄像头，偷拍我的一举一动。画面中出现了另一个身影，正是客厅的这个红衣女子。视频中的我刚走出家门，红裙女人便从衣柜里爬了出来。所以我在家的时候，那个女人一直躲在衣柜里偷看我。我翻动了快递盒子，发现还放有几封信。这件事情可以总结为疯狂女粉丝与小作家的故事，可惜原主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这个女粉丝的存在。我继续打开 U 盘里的其他视频，这个女子又一次潜入了我的家里。突然大门打开，爸爸回到家里，接着我就看到爸爸失手将红裙女子推开，红衣女子的头重重的就撞上了我的书桌上，鲜血顺着桌角流淌了下来。爸爸失手杀了她。在此之后，家里多出了一条黑狗。